我们把版面以及这个资料库的栏位都设计好之后，那我们就要来处理这个程式码的部分。那首先我们进到这个第一开始的使用者界面，也就是主程式进入的第一个画面的这个界面。那我们要设置这个脚本的触发器，就是一开始我们要执行什么样的程式来把它初始化。那首先命名这个第一个阶段的触发的这一个脚本也就是程式码。那我们在右手边可以设置这个捕捉错误，以方便以后除错。那接下来就是设置各种这个初始化的变数，那也叫做变量。那设置这个就是一开始要决定这个它的这个工作区域的宽度以及高度，也就是这个界面的高度跟宽度。那以方便以后在这个缩小放大的时候来自动的调整，所以这边会设置比较多的这个变数。那也把这个变数带到这个资料库的栏位里面，设置几个全域的变数，以方便这个跳转到别的界面的时候，那一样可以沿用到呼叫到这个变数，也就是全域变数。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比较可以多样化，不会固定再多写一段。那我们可以看到，把函数当做了日期，这个等一下我们要填日期进去，要自动抓。那在这个设置的方面，以当前的日期把它抓出来，年月分别把它取出来。那再来就是带入这个全域的变数年月，方便以后多段程式可以使用。那再初始化一个变数0，再来就是设置这个分期控制 if else if and if。那这个设置的时候就是区别多个版本，以便使用不同的这个版面来配置。譬如说 iPad 跟 Mac 电脑跟 iPhone， 它的版面大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借由这样的分期控制，那它里面有内建比较多的这个函数，那么可以运用这个调用到这个应用程序的版本，它的名称判断是不是有这个字串，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也可以分别去控制它哪个条件满足了，那就去开启哪一个这个版面。那就是变成说，你写一段程式码，确实是适用到多的个装置里面。那只要设计不同装置的版面，那就可以很快速的应用。那现在是在设置这个缩放的级别，以及这个要不要显示这个原本资料库的这个工具栏，或者是 menu 栏。那也自定化，使用者可以用到什么样的这个功能，然后就跳转到这个哪一个界面去了那再来就是接下来就是分别在执行其他的这个脚本，也就是说其他的脚本的程式码。那为什么要分开？那是方便说不要写得太冗长，那也方便以后在你可能要执行的时候，要修改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查找。一样，在这个版本，我在 Mac 电脑，有一个要把它打开，所以利用这个账户的名称，管理者账户的名称，来区别是不是这个工具栏位是不是要显示，以方便修改。所以这边会有所更动。那当然，你也不一定要照我的思路去编写这个，这只是提供各位一个参考而已。那为了方便，
当然就是全部复制，然后再贴上，因为它都是同样的。当然，你也可以把不同的写在这个分歧的控制里面。那相同的可以先执行，或者是说到后面往后下面再执行，这都是可行的。程式的写法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就是看你自己的安排。那当然，这个各个指令的安排先后次序也会造成这个画面以及运算不同的结果。再来就是这个 runtime 的部分，一样是安装这个使用者这个 iPad 的这个 menu 集。那再来是 server 的版本，那当然就 server 的版本就不必用太多，因为它都是在 server 上面背后执行。那接下来这个 else 就是 iPhone 的版本，那我们把布局转到这个 iPhone 的版本，布局就是版面了哈。好，那在最后再下一个指令适当的调整这个窗口的大小。那接下来就是进入到测试除错的阶段，那也可以一步一步执行，也可以全部执行。那如果有错误的话，它会在显示在下面，也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边，谢谢各位，记得订阅哦，拜拜。